上一个视频呢，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放射公式啊，e 的 x 次方大于等于 x 加1，其中等号存在的条件是，当且仅当 x 等于0的时候，这个等号才存在才成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再做一道题，再一次体会这个放数公式的魅力。好，大家读一下这个题。一次函数 f(x) 等于 ax 方加上 2a 加1倍的 x 加1加上 ln(x)，a 是属于 R 的 ，f(x) 小于x 加上 e 的 x 次方加 ax 平方恒成立，让我求 a 的取值范围。按照一贯的做法，我们上来就求定义域因为我们又看到对数的样子了，一定要先确定 x 的取值范围。零和负数没有对数，真数一定大于0，x 是属于0到正无穷大的。接着呢，题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他说 f(x) 小于它，好。f(x) 就是 ax 的平方加上 2a 加1倍的 x， 然后加上1加上 ln(x)。f(x) 小于就是它小于 x 加上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加上 ax 的平方，这样的一个不等式是恒成立的。然后让我们求 a 的取值范围，依然是知道了自变量的取值范围，含有参数 a 的不等式恒成立，要去求参数的取值范围，满足这3条惯用的做法就是分离参变量。那我们要整理一下这个式子ax 方左右两边都有，它就约掉了。然后我把它展开，所以得到 2ax 加上 x 加1加 ln(x) 小于 x 加上 x 倍的 e 的 x 次方 ，x 左右两边都有，又约掉了。那么我要把参数 a 和自变量 x 的式子分开，所以 2ax 留在左边，小于 x 倍的 e 的 x 次方，原来它就在右边，把1加 ln(x) 移过去，减1减去 ln(x)。我要求 a 的取值范围，由于 x 是个大于0的数，所以呢a 小于两边同时除以正数，不等号的方向是不变的。2x 分之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减1减去 ln(x)。你看，分离完干什么？构造函数，所以我就构造一个 g(x) 它等于 2x 分之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减1减去 ln(x)。标上定义域 x 是大于0的，这个函数构造完了。x 在大于0的范畴内，它可以取到无数个值，就会得到无数个 y 的值。那么要想这个不等关系恒成立，我就需要找这个函数的最小值到底是求函数的最大值还是最小值？我们要根据不等号的方向。我要求它的最小值，我派一个最小的值过来，都比 a 大，我其他所有的值都会比 a 大，所以人家才能够做到恒成立。这回我要求它的最小值。那这个函数又是一个复杂的函数，这么复杂的函数既不能画图像又不能简单的这个求值域、求最值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观察到由于上一个题大家已经有一点点经验了，你要有洞察力。那么上一个题是不是出现了 x 倍的 e 的 x 次方，还有 ln(x) 的样子，又有指数函数的样子，又有对数函数的样子，那咋办呢？我就可以这么办 ，x 倍的 e 的 x 次方，它并不完全符合这个放数公式的形，它要稍加变化。怎么变呢？
把 x 变成 e 的 ln x 的样子，因为我们学过对数恒等式，以 a 为底 log 以 a 为底 n 的对数，它是等于 n 的啊，给大家积累对数恒等式。如果有同学忘了啊，那你就赶紧把它记下去吧。这个对数恒等式，以 e 为底 log 以 e 为底 x， 它就是 x 乘以 e 的 x 次方，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x 加上 ln x。经过变化以后，这个代数式就相当于放数公式里的 x， 所以它理所当然的就大于等于 x 加1，x 加上 ln x， 然后再加1。你看，是不是在我放数的过程当中，竟然出现对数的形式了 ln x。好，接下来啊 x 倍的e的 x 次方减1减 ln x， 那么我就在这个不等关系的基础上，左右两边都减1减 ln x， 所以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减1减去 ln x 大于等于，原来是 x 加上 ln x 加1落下来，它也要减1减去 ln x， 正负1约掉了，我们欣喜的发现右边只剩下一个 x 了。接下来我们再上下我们再除以 2x，x 是个大于0的数，所以不等式的左右两边除以 2x，2x 分之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减1减 ln x 大于等于 x 除以 2x， 它就等于1/2。我们是不是又得到一个常数了？那么这个式子是什么呀？它就是 g(x) 啊 ，g(x) 大于等于1/2了，所以所有 x 的取值带到这里来，都使得 g(x) 比1/2大。那么等于1/2的时候，就是 g(x) 的最小值最小值都比 a 大，式子就恒成立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a 是小于1/2的，a 的范围我们就求出来了。那么像上一个题一样，等号存在的条件，你能不能取到1/2呀？等号存在的条件我们要考虑一下啊。那这个不等式是从这儿发源的，要想取得这个等号，一定要求这个 x 是等于0的，这个代数式是等于0的，所以呢，我又构造了一个小小的phi x， 它等于 x 加上 ln x， 它是单调递增的，它也是单调递增的，增加增，它就是单调递增的。x 还只能取大于0的数，图像存在于 x 轴的 y 轴的右侧，那我就取两个值因为它的0点我们是找不到的，我令phi x 等于0， x 加上 ln x 等于0，这个是个超越方程，它是解不了的，所以确切的0点我们找不到。于是呢，我就采用给它赋值的办法，让 x 取谁呢？让 x 取1/1吧。为啥呀？因为它有 ln 呢，它跟1/1有关系啊，所以1/1它就等于1/1加上 ln 1/1，就等于1/1 e 的负1次方就是负1，它减1，2.718分之1减1，显然它是个小于0的数。我再令 x 等于1，找一找 phi 1加上 ln 1的对数等于0，它就是1，是个大于0的数。所以1/1在这儿，1在这儿。取1/1的时候小于0，取1的时候大于0，我还是单调的，而且单调增，那么它就穿过 x 轴，这个 x0就落在1/1和1之间x0是什么？是引零点它确切等于几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总会有
大于0 x 大于0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 x0，使得等号成立了，所以它才有最小值的。于是我们就得到 a 它是小于1/2的啊 ，a 小于它的最小值，这儿没有等号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只有小于。好，我们把 e 的 x 次方大于等于 x 加1的这个放射公式又一次用一个题演示了一遍，看到它的魅力，所以以后遇到这种跟 e 的 x 次方有关，同时还出现 ln， 既有指数的形式、指数函数的形式，又有对数函数的形式，这样一个不等式，我们就不妨应用一下这个放射公式。